好，你好，我是阿力。那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今天这个币圈发生的这几件大事情啊。那么其中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最近被炒得非常火热的这个 Solana 系统今天出现了瘫痪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情透露出来的一些币圈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木头姐他对以太坊的青睐有加啊，以至于他说阿克基金要配置40%的这个以太坊。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来联系狗狗币啊。那么因为目前很多人都在这个群里面也好，或者是别人的群里面也好，都对狗狗币表示失去了信心啊，说大家都在涨，就狗狗币不涨。那么我们今天再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再给大家来把狗狗币扒开来看看。那么希望你看完我的节目啊，会对狗狗币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啊。好，我是阿力。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呢，我的频道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美股的分析，那么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啊，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每一次的精彩的分析了。那么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最红的新闻啊。那么 UTC 时间9月14号下午的12点38分，推特账号 Solana Status 宣布啊，那么 Solana 的主网测试版在45分钟内一直处于间歇性不稳定状态。那么在宣布这一事件的6小时之后啊，这个 Solana Status 又解释说，交易负载大幅增加到每秒40万笔，导致网络不堪重负，造成了拒绝服务，并导致网络开始分叉。目前这个 Solana 的工程师啊无法稳定网络啊，其验证者社区选择协调网络的重启。那么 Solana 的社区目前正在准备一个新的版本，预计呢很快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信息啊。那么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14个小时的瘫痪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呢，确确实实打击了人们对 Solana 的信心。SOL 的价格呢，在12个小时之内下跌了15%。虽然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啊 ，Solana 已经从200多啊，最高点的215降到175了，但是在网络中断的信息当中啊，这个价格迅速又滑落到145。那么前2天还有朋友问我要不要投资这个币啊，那么我说我对它是不看好的啊。那么今天啊，这个博卡的创始人叫 Gavin Wood， 他在推特上他发了这么一段推文啊，大家看一下啊，对昨天 Solana 的网络问题发表了评论。他表示说，今天的加密事件表明，虽然有些项目可以提供独立且封闭的服务器，交易处理性能更高， TPS数值也更大，但真正的去中心化和精心设计的安全性更有价值啊！如果你不能运行一个全节点，那么和传统银行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么这就是他的这一段评论啊。那么这个波卡创始人，我认为他说的这些话非常的在理啊。那么 SOL 最大的特点，最大的优点呢，就是交易速度快。那么缺点呢，就是它不是全节点的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比特币、以太坊、狗狗币啊都是全节点的。那么全节点呢，就是每个节点都会记录所有的交易啊。换句话来说，那么每个节点都有可能成为中心，那么也就是区块链最核心的要素，去中心化。那么去中心化啊，不是不要中心，而是有节点来自由选择中心，自由决定中心。简单来说，中心化的意思是中心决定节点，节点必须依赖中心，节点离开了中心就无法生存。而在去中心化的系统中啊，任何人都是一个节点，任何人也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那么任何中心呢，它都不是永久的，而是阶段性的。那么任何中心对节点都不具有强制性。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 Solana SOL 这个币啊，那么如果说新诞生的一个加密货币，它连全节点它都做不到的话，那么自然也是做不到去中心化了。那么在未来区块链的发展的趋势当中啊，被淘汰呢是注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看好这个 SOL 这个币啊。那么很多人都问了，那么你不看好，人家还是涨了这么多了，对吧？那么相信很多人都听说了，那么 SOL 背后的这个男人 STX 的老板啊，就是这哥们儿啊。说白了呢，这个币呢还是受到了资金的追捧啊。那么再结合博卡创始人说的，那么 SOL 跟传统的银行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SOL 就是来币圈捣乱的传统的资金啊 old money？ 那么这么说啊，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啊。那么资本的世界呢，就是你死我活，有你没我。那么说到了传统银行，这2天木头姐参加的一个播客呢，她也在透露，木头姐说她听取了摩根大通的财报的电话会议啊，然后她说惊讶的发现，经济复苏期间
银行的贷款的增长竟然是负的，原因呢，最大的原因就是加密货币啊，就是 DeFi。那么鉴于 DeFi 的这个收益率啊，以及这个需求呈爆炸式的增长，即使呢这只会对这个银行造成轻微的收入损失，但这种损失仍然对整个银行业的增长预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换个角度啊，那么是不是最近一直以来不断的这种监管，就是传统银行他们怕了呢？那么木头姐表示这是有可能的。那么由于这个 NFT 和 DeFi 相关的这个开发者活动人数增加的很快，那么以太坊呢作为一种投资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那么木头姐接着说啊，那么这是木头姐的原话，她说我对 DeFi 正在发生的事情很着迷，那么它正在以一种我知道传统金融业现在不升值的方式降低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的成本。随着我们看到从工作量证明向权益证明过渡的开始，我们对以太坊的信心急剧上升并表示阿克基金将配置 40% 的以太坊。那么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阿克基金他们也会对狗狗币侧目相看那么理由就在下面那么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全节点以及这个 POS 权益的证明，那么跟狗狗币有什么关系呢？那么狗狗币最近的滞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下。那么在这里说一下狗狗币是全节点的是100%去中心化的。那么我自己家的这个台式电脑就装了这个狗狗币的全节点的这个系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里到外把狗狗币再扒一遍那么狗狗币大家都知道它就是诞生于一个玩笑那么从最开始这两个工程师交流我们去来做一个币来讽刺比特币，那么3个小时之后就把这个币做出来了，就是1:1拷贝的比特币就是利用了查找替代的这个东西，就把狗狗币给做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挖矿呢，它还没有自己的这种挖矿的这种模式，还是搭上了这个 AUX POW， 搭上了这个莱特币的这个便车，那么就是挖莱特币送狗狗币。那么但是后来这个很多挖莱特币的人拿到狗狗币之后，并不觉得它值多少钱，因为当时确实很便宜就所以说随手他就置换成其他的币了。那么后来发现这个肠子都悔青了，后来发现他们辛辛苦苦挖的莱特币的这个价值呢，还不如这个随手送的狗狗币的价值高。那么这就是这个狗狗币身上似乎有这么一个特质就是你今天看不起我，那么明天我就让你拍断大腿，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目前狗狗币不涨你问我为什么，我还真不知道那么很可能的原因就是主力资金它不想拉升，或者说这个主力资金庄家筹码没有吸够，或者是说在憋什么大招那么这个都有可能我认为最大的一种可能还是大家一致认为狗狗币没有什么技术，所以不会涨，就是技术的短板限制了它的这个往上涨那么这一点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之前也说过很多次，威神呢这个主动找上门来帮助狗狗币提升技术，来降低费用提高这个支付的速度。那么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你问我也不知道只有威神心里面他自己最清楚。那么伊隆马斯克为什么会喜欢狗狗币，他个人为什么买了狗狗币，买了以太坊到底是这个赋予了他什么样子的一个厚望呢？那么我相信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都讨论过很多次了那么今天呢也不跟大家就是乱猜这个东西了。那么我希望呢，就是你有闲钱的话，就是固定的定投起来，拿个3-5年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这种焦虑不安的样子你再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发表的这些言论，你会觉得自己会很可笑的。那么另外呢，木头姐说2026年的时候，比特币会达到50万美元一枚。那么到时候呢，一旦狗狗币的这个技术升级完成了，然后呢，它作为了一种流通的这个结算的一种货币的话，那么你想一想这个狗狗币能到多少钱那么这个整个币圈我们再展望一下比特币作为这种资产的储备以太坊负责这种技术狗狗币负责流通结算，那么想一下那一天会成什么样子好，那么祝大家都能发大财吧，不要总想着暴富多读书才能进步才能和我一起发财Peace。